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老師。現在我們正在進行 HSK 5級考前輔導課程，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5級考試。那現在呢，我們正在做的是閱讀的第一個部分。那前邊呢，我們給大家介紹了名詞和動詞的這個準備的方法。那現在呢，我們來看一下 adjective 形容詞。我們現在先看一下，一天電視裡又播放足球比賽，丈夫坐在電視機前一動也不動，妻子跟他說話，他也好像沒有聽到。年輕的妻子非常怎麼樣？她哭着回到自己的媽媽家。那非常的後邊一定是 adjective。那我們來看一下 A 平靜，B 着急， C 生氣， D 擔心，那都是 adjective， 沒有辦法，我們只能在裡邊選擇一個了。那我們在選擇的時候，第一，我們要明白 A、B、C、D 是什麼意思。第二，我們要看一下前邊和後邊會不會給我們答案。我們看到了妻子跟丈夫說話，丈夫好像听不到，不理她，因为丈夫在看足球比赛。然后呢，年輕的妻子哭着回到自己媽媽家，她哭了，她跟丈夫說話，丈夫不理她，她哭了，那她非常怎麼樣呢？她當然是非常生氣她非常生氣，因為這個是丈夫在看足球比賽，不跟她說話，她很生氣，所以她哭了，然後回媽媽家。那這個故事，丈夫看足球比賽不跟太太說話，太太非常生氣的故事，在中國是非常常見的。我覺得在別的國家應該也有很多，上網的時候很多人應該會就是聊這個話題，所以呢，這個故事對於大家來說應該是不陌生的一個故事。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選擇出來答案。好，那麼有很多同學說，老師為什麼不能選擇 B 着急呢？這個也是不好的呀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着急呢，就是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但是你現在不能做，你的時間不夠，所以你才會着急。那擔心呢？擔心的意思是你非常害怕會出現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說現在是下課的時間，你有一個孩子，他下課，他應該在家了，但他還沒有回來，你打電話沒有人接電話，你現在應該非常擔心，因為你不知道孩子是不是有什麼問題了，那這個叫擔心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什麼時候說着急，什麼時候說生氣，什麼時候說擔心，因為他們的意思好像有點近，所以大家需要認真的去學習一下。你不能只是記它的 translation 英語的翻譯，這個肯定是不夠的。好，我們現在再來看一個。第二天晚上，周紅特意準備了10道難度降低了的題目，再讓女兒做，結果一下做對了5道。他又鼓勵女兒說，天哪，你真是太什麼什麼了，一天之內你可以進步這麼大。那太什麼什麼了中間一定是 adjective。 我們來看一下，專心、意外、不要緊、了不起。那首先大家是不是明白這4個詞的意思呢？意外這個詞我們已經說過了accident。那麼專心的意思是 concentrate， 不要緊就是沒關係，那了不起就是厲害。所以它這裡面我們應該要選擇什麼呢？我們看一下，我們在前邊看到了鼓勵女兒 encourage， 你進步這麼大，所以這個應該是誇獎，應該是稱讚，那一定要選擇了不起。所以如果你看前邊看後邊，你應該能明白這個答案應該要選什麼。所以形容詞更多的是要看前邊和後邊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看別的，這個是副詞 adverb，
這個部分可能有一點點難，因為大家在生活中很少說 adverb， 除了常常啊、已經啊、非常啊、越來越这樣的詞以外，別的 adverb 你看像這樣的詞你們非常少說，所以很多人對副詞對 adverb 不太熟悉。但是 HSK 5級考試裡邊 adverb 常常出現，在閱讀裡邊有，在書寫裡邊也有。所以呢，老師這裡有一個建議，就是建議大家把 HSK 5級裡邊所有的 adverb 都找到，然後你去認真的學習它，因為考試裡邊一定會有。我們現在來看這個，醫生為了說明飲酒的壞處，把2條一樣的小蟲放進裝酒和裝水的瓶子裡。放在酒裡的那條小蟲很快就死了，而放在水裡的那條一點事兒也沒有。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，我們知道醫生放了2條蟲子在2個瓶子裡邊，一個瓶子裡有酒，一個瓶子裡有水。那麼這個時候你要選擇一個 adverb，A 是反復， B 是分別， C 是互相， D 是仍然。那麼你如果明白這4個詞的意思的話，應該可以選對。那首先我們知道互相肯定是不對的，為什麼呢？互相的話是2個人這樣，比如說我幫助你，你幫助我，叫互相幫助。仍然的意思是不变的意思啊，没有变化，那也不太合適。我們這裡來重點看一下 A 反復和 B 分別。反復的意思是 repeatedly， 一次又一次的啊，反復。那分別就是 separately， 就是這個和這個，那麼跟這個意思正好是一樣的。所以你看，第一，你要能夠看明白這篇文章的大概的意思，一個酒一個水的瓶子，2個瓶子。那第二就是2條蟲子，所以分別的意思就是這樣的意思啊，叫分別。好，那為了讓大家明白分別的意思，我們再來試一試一個這個例子，大家來試一試。那比如說呢，在中國呢，現在呢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，爸爸和媽媽只有1個孩子，所以1個女兒和別人家的1個兒子結婚之後，他們會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在春節的時候他們去誰的家？因為大家都知道呢，春節呢是一個团聚的日子，就是所有的家人在一起的日子。那這個女兒想回自己的父母家，這個男的也想回自己的父母家，所以他們就會有矛盾，回誰的家？那有的時候夫妻2個人可以商量一下，今年回男人的家，明年回女人的家。那或者是比如說春節的時候去男人的家，但是Mid Autumn Day 中秋節的時候去女人的家，他們可能会這樣商量。但是也有一種可能，就是女人回女人的家，男人回男人的家。那麼像這樣的情況，我們就可以用分別。所以夫妻2個人會分別回到自己的家裡邊過春節。那這個詞彙非常重要，也希望大家通過這個例子呢，可以能夠記住它的用法是什麼。大家不要去記它的 meaning， 要去記它的 usage， 要去记它的用法，怎麼用啊？在什麼情況下用？因為 HSK 5級的時候呢，大部分的詞彙跟英語的 usage 是不完全一樣的，有的時候 translation 也不是非常的準確，所以這個希望大家用漢語去理解和記住漢語。好，那我們再來看一下，有個楚國人乘船渡江，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劍掉進了江裡，
他在船上刻了一個記號，說我的箭就是從這兒掉下去的。那麼 A 始終 ，B 陸續 ，C 未必 ，D 急忙。那你要選擇什麼呢？那我們要知道 A、B、C、D 的意思是什麼？我們要知道前邊和後邊這個故事是什麼內容，然後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正確的答案。我們來看一下啊，因為這個故事非常有名，它是一個 idioms， 一個成語，4字成語啊。那我們說呢，這個人掉了東西以後呢，他是馬上在船上刻了一個 mark， 一個記號，說我的箭就是從這兒掉下去的。那這個時候你應該選擇一個意思跟馬上一樣的意思的詞。那當然答案應該是選擇 D， 始終就是從開始到最後都是這樣的，一直是這樣的。比如說在開會的時候，王老師始終沒有說話，從我們開會開始到我們開會結束，他都沒有說話，始終没有說話。陸續，下課以後，同學們陸陸續續走出了教室，陸續走出了教室。有的人先走，又有2個人一起走，又有2個人一起走，又有3個人一起走，又有1個人一起走。他們這樣一個2、3個、3、4個這樣走，這個叫陸續。那未必的意思是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好。比如說，我們說呢，以前大家都說，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成功。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的是，如果你的方法和目標是不對的，你未必能成功，你不一定能成功啊。这個是 C 選擇這個是未必的意思。那這個裡面的答案應該要選擇 D， 急忙，意思是馬上。很快。好，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邊呢，老師給大家舉了這樣的5個例子，都是非常重要的 adverb。那還是只是 adverb 裡邊的一部分，大家先跟我們一起學習。那如果還有別的，一定有別的，那你們在下課以後自己去學習一下。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畢竟這個詞特別難，意思是不管怎麼說，它 emphasize 強調特點和原因 the characteristic 或者是 reason。 比如說他畢竟才8歲，這些道理還不懂。什麼時候說這個句子呢？比如說你有一個孩子，他是一個8歲的孩子，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對的事情，讓你非常生气。但是別的人跟你說，哎呀，他畢竟是個孩子呀，他才畢竟8歲呀，所以這些道理他還不懂，所以我們應該要 forgive him， 我們應該要原諒他。所以因為他不管怎麼說他才8歲，因為這個 reason， 所以這些道理他是不懂的。那這個畢竟呢，有的時候可以翻譯成英語的 after all， 但是不是所有的時候都很合適，所以大家在這個時候要注意，多去找一些例子多去找一些 example， 然後去明白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。然後我們看第二個何必，就是沒必要not necessary。那它常常呢，何必什麼什麼呢？就是我們沒必要這樣做呀。比如說，既然可以在網站上買票，何必要親自去火車站呢？因為現在非常方便，我拿一個手機，我就可以買火車票了，我沒有必要去火車站買票。所以說，何必去火車站買票呢？然後我們来看一下未必，刚才我們已經說過了，是不一定的意思。雖然這個設計方案做得不錯，但是客戶未必會滿意。雖然這個東西很好，但是不一定客戶會說很好，因為我們現在還不知道。那陸續一個接一個的，下課後大家陸陸續續離開了教室，一個、2個、3個，
他們不是一起。如果40个人一起出去的话，那门就坏了。所以他们一定是有的人先走，有的人後走，這樣一些，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感覺。然後再三是一次又一次的，他再三向我們保證這種事絕對不會再發生了。一次又一次的啊，就是他說了很多次啊，一次又一次的再三什麼什麼。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adverb 啊。那如果大家覺得這些詞老師舉了例子以後，我覺得還是不是很確定，那建議大家再去查詞典，再去學習一下，或者是你發微信給我們，我們再給大家舉更多的例子。那另外就是除了這些 adverb 以外，還有很多別的 adverb， 因為時間我們沒有辦法在這裡給大家講一下，所以建議大家在下課以後去看一看 HSK 5級的詞彙裡邊有哪些是 adverb， 應該要怎麼去用，這個你一定要去做。好，我們現在看一下，在這個閱讀的第一部分裡邊，還有一種題目是句子，你要選擇一個對的句子。那像這樣的句子呢，我們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它是一個問題句，就是這個句子後面有一個 question mark， 有一個問號的話，你一定要去看答案。看答案是什麼，你就很容易選擇出來。他說呢，順便問了一句：先生，您得到了這筆獎錢啊，這筆錢怎麼？駕駛者不假思索地答道：首先我要去領一個駕駛執照。那麼不假思索，同學們都不知道什麼意思，就是沒有想，馬上回答。但是不重要，你要看的是，首先我要去領一個駕駛執照。那麼你拿到了一筆錢，你什麼？他說我要先去拿一個駕駛執照。那麼答案應該要選擇的是準備用它來做什麼？你拿了錢以後要幹什麼呀？我要先拿一個執照啊，駕駛證。那麼這個就是，如果是有一個問題句，答案要看這個，要看回答是什麼，然後你能很快猜出來問題是什麼。但是呢，這樣的題目並不是非常多，更多的是沒有問題的那種。所以呢，我們要注意的是，做這樣的題目的時候，第一，我們要讀全文，了解全文的主旨，就是我們要了解這個文章是關於什麼的。然後呢，我們可以看一看哪些句子一定是不對的，然後我們再來選擇哪一個句子是更對的。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有點難，這個是一個觀點題，是一個 point of view。他說呢，這就是實行文化管理的結果。企業文化的本質是人性化，在沒有規定、沒有參考時，什麼，通常情況下，制度只會告訴我們不該做什麼，只有文化才能夠真正告訴我們該做什麼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這裡面說了非常多的文化，就是企業的文化 ，the culture of the company。那麼沒有規定、沒有參考的時候呢？你看 A， 消費是關鍵，現象反映本質，企業領導者是最重要的，文化起着決定性的作用。那麼你看到了這篇小文章的它的 topic 是文化，是企業的文化，那答案很有可能就應該要選擇 D， 因為我們看到了很多文化。那沒有規定的時候，我們就要靠文化了，所以這個是選擇 D。好，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啊，我們要看的是文章的 topic 是什麼，我們還要看的是前後的這個 match。比如說看這個，那些適宜長在低溫環境下生長的植物，為了尋找適宜的溫度，不得不向更高處攀登。這一現象說明許多植物都對自然界有靈敏的反應，
不斷調整自身的生存狀態，這個非常難。大家看到的時候就覺得沒有辦法選擇，因為詞太難了，意思太難了。因為這是一個 introduction， 它介紹的是一些 plants 它的生活習慣，它的習慣很難。那我們來看一下 A， 植物越來越多， B， 它們分布廣泛， C， 由此帶來許多環境問題， D， 並且可以根據環境的變化。那麼你去找答案的時候怎麼找呢？你看到這裡有一個調整 adjust 調整，那麼你在做調整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根據，有一個 according to 什麼來做調整。那麼答案就是根據環境變化不斷調整自己。所以這個答案應該要選擇 D 根據什麼什麼不斷調整，這是一起的。那麼這樣的 match 你也要去學習一下。而且我們看一下他說的這個文章呢，可能有點難，但是意思是呢，就是有的那個 plant 有的植物它會怎麼說呢？它如果是喜歡生活在冷的地方，但是如果天氣变熱了，它就會往上爬，就往上走，因為這個就是天氣變化，它也會變化，所以是根據環境變化調整自己。所以如果你能夠明白這篇文章的 topic 是什麼，它的 point of view 是什麼，那你也很容易做出答案來。這個當然有點難，我覺得需要大家去認真的去想一想。那你可能在這個題目上面花的時間會多一點。那前邊呢，我們已經給大家介紹過了3種文章裡邊，故事你用的時間要少一點，要比一般的少一點。那觀點 point of view 就是一般的問題，你就4分鐘回答就可以了。那像這樣的你可以多1分鐘，不能再多了，多1分鐘把它做完，因為它真的有點難。好，這是我們的句子。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句子，兒子跟他說，快把牆修好吧，不然會有人來家裡偷東西的。隔壁的老人也這麼勸他，但婦人覺得不要緊，就沒有去修。結果當天晚上怎麼樣了？那我們知道結果這個詞，它如果是做一個 conjunction words， 做一個連詞的時候，後邊一定是不好的比如說我睡覺的时候開空調了，結果感冒了。就前邊是有一個原因，結果後邊是一個不好的結果。那我們看一看結果好像都是不好的。那它的牆壞了，不修的話有人來偷東西，那結果是他沒有修，結果是當然東西丟了，對吧？所以我們來看一下，答案是應該要選擇 C， 他家裡就丟了很多東西當然這個故事，這個完整的故事是可以告訴你，也可以告訴你答案，因為這個就是这个爸爸，這個老人這個婦人，他兒子跟他說你要修，不然有人偷東西。鄰居也說你要修，不然有人偷東西。他東西真的丟了以後，他懷疑是老人偷了東西。那麼這樣的故事裡邊，一定是丟了東西以後，他才去懷疑。所以呢，我們第一要看全文，了解故事的大概。這個我們在第2次上課的時候跟大家說過了。那第二就是你要看前邊跟後邊，了解意思和這個 logic 和邏輯。最後要看一看有沒有關聯詞。你看結果怎麼樣，那結果是不好的。它發生了什麼不好的結果呢？前邊已經有了，不然有人來偷東西，那沒有修，結果就真的有人來偷了。所以呢，這個答案應該要選擇 C。這樣的故事總體來說比較簡單，你要明白這個故事裡邊的這個 logic， 這個邏輯，因為什麼，所以什麼過程是什麼，結果是什麼，
這樣的內容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。那在讀故事的時候，大家要记得，我們在前边呢給大家介紹了時間啊、地方啊、人做什麼呀、原因、經過、結果和道理。那這樣的 detail 你一定要去認真的去記，認真的去讀。好，這是我們的句子。那然後呢，我們到現在呢已經講完了我們具體的一些方法，但是然後我們會再來有一節課呢，給大家介紹一下，因為在這個部分的近義詞，就是意思差不多的詞特別多，所以呢，我們一會兒呢會給大家介紹一下，在漢語的 HSK 5級裡邊，我們如果看到了2個詞，它們的意思差不多，我們怎麼去記住？我們怎麼去 analyze？ 怎麼去分析這2個詞到底哪裡不一樣呢？我們一會兒來繼續學習一下。那現在我們先休息一下吧。